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B。今天我们来录一期关于 anti-gravity 额度的视频。我们完成了对 anti-gravity 现行额度的测试，录一期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然后这期视频我想用下面这位观众的留言作为开题，我觉得非常的贴切，这也用来就是纪念我们走过的路程吧。在开始之前，先提一个免责声明，这期视频有很多数据，仅代表我和频道观众的主观体验。如果你是付费用户，你的套餐可能和我们不一样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。首先，我是 Pro 用户，我最近进行了一次官方就是描述的试用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试用过程。首先，我的套餐是经过了一个7天的刷新，然后我又等了4天，这样它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周限额的一个周期，因为我们知道 Pro 是有周限额的嘛。然后我是从5小时100%开始使用，用到了40%，然后当时是就像图上这样显示大概2小时刷新，然后我就去过周末了。等到我再回来的时候，额度变成了60%，刷新时间变成了4天。那么简单的来看，所谓的 Pro 5小时应该只有一次，这5小时用完了以后就进周限额，就是进7天的刷新，然后单次恢复是20%。然后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？以上是我的个人经历，并且我只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单一 HTML 页面的修改，10次左右的一个小型的非常轻量级的任务，它就用到了40%。这就是我给的一个 Pro 的体验，可以说 Pro 已经额度非常少了。好的，然后我想问屏幕前的 Ultra 用户一个问题，你的 Ultra 额度还够用吗？下面给大家看一些频道观众的留言，我会过得比较快，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暂停下来看。好的，接下来来一些数字性的内容。首先我们基于 Ultra 5小时额度使用 Opus 4.6 模型，有观众会说他做1到2个任务就用掉了20%的配额，有观众说25分钟用掉了20%的配额，以前相同的20%配额可以用到2个小时，也就是120分钟。有观众使用了 Air Credit， 一个任务大概是400到600的点数消耗，那么 25K 的点数大概也只有50个任务。然后我们想问一句 Ultra 真的合适吗？就是这样的额度。好的，下面来看一组有趣的数字。先说一下，这组数字是用户通过 RDE 自行统计的，并非官方参数。首先还是基于 Ultra 5小时额度使用 Opus 4.6 模型，在最初的时候 Ultra 是有1500次请求的次数，后面变到了1000，接着800，接着400，到现在据说只有250。然后 Pro 订阅的5小时，同样的 Opus 4.6 模型，在26年1月的时候，据说是有254请求，相同的250次。然后关于次数，其实在 Anti-Gravity 里是有查看方式的，在下方的 Output 里面，然后在那个右侧2号位选 Anti-Gravity， 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IPR 请求是由 http helps.go 发送的，然后直接搜索结尾是 SSE 就能看到这种请求。当然这并不是官方数据，只是我们的一种查看方式，分享给大家。好的，接下来是一些传闻，这些传闻都是未经证实的，短时间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实，但是我把它就是把网上的传闻总结出来列在这儿。如果大家有遇到相同的情况，可以通过留言来做交互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。首先有很多人在说，在 Anti-Gravity 中 Gemini 3.1 Pro 模型进行了降智。然后最近有一个特别就是热门的传闻，说 Ultra 订阅实现了分股动态5小时配额。下面我展示的时间是以东八区的时间来展示的。首先0点到9点被定义为了第一需求时段，大概5小时能请求的
，OPS 4.6的次数是700到800，然后12点到16点被定义成了正常时段，请求数变成了400，然后下午的16点到24点被定义成了高需求时段，请求数骤降到160到180，就接近200吧。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然后这个没有办法证实，但是很多人都在说，我给大家列出来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说法，说 Ultra 增加了周限额。对于这个我是不相信的，我是完全不愿意相信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张图上，大家看1号位和2号位，谷歌在官方的用户那个计划里写的很清楚 ，Ultra 用户是没有周限制的，对吧？当然，在3号位和4号位也写的很清楚，Pro 用户有很高的一个周限制，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但是我们有观众给了我这张图，让我就有点怀疑了。这张图上时间是3月21日，然后下方有 AR Credit 是21284，再然后它的实时时间应该是3月14日，然后上角有一个 Cloud 4.5 的一个名称，我觉得这个名称可能是有问题，又或者怎么样，又或者当时可能还没有发 4.6， 这个我没去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周限额应该是有可能是真的。如果你也是 Ultra 用户，如果你遇到了周限额，麻烦在评论区留言一下，谢谢。接下来作为一个关注 Anti-Gravity 比较久的一个小 UP 主，我想给官方一些建议。首先第一条建议， Anti-Gravity 作为一款 IDE， 它其实现在来看还有很多的不足，我建议官方加大对 RTE 本体功能开发的投入，包括 bug 的修复，这样会给用户更好的体验。然后关于订阅，我建议官方推出 Coding Only 的订阅，比如说 Anti-Gravity Only 或者 Gemini CLR Only 这种订阅会更好的满足需要 Coding 用户的一个需求。好的，下面是一些思考和总结。首先，对于 Ultra 用户，我想说大家该考虑下车了。如果要继续使用，那么也只建议以月为单位进行续费。这是对你权益最好的保证。至于 Pro 用户没什么好说的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然后当前如果需要测试的话，建议可以考虑测试一下 Codex。那么最佳的入门途径是用 VS Code 的 Codex 插件，然后加上 GPT 5.4 模型，应该会有蛮好的一个体验。哦，对了 ，Codex 可以使用免费账号进行体验，门槛进一步拉低。然后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们的 Pro 订阅，首先从很多到用不完的配额，然后到够用，然后到勉强够用，然后到不够用，然后到今天的完全没法用。然后很多用户说如果没有学生 Pro 整个情况可能会更好，我持不一样的态度，我站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，我觉得也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还记得很早就出现了免费账号的限制的那一轮吗？如果说没有学生 Pro 或者说一些免费的 Pro 的支撑，很有可能因为人气不够完成不了 KPR， 说不定配额砍得更快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。好的，这一期应该是我们 Anti-Gravity 系列视频的最后一期，除非我不愿意讲除非，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期了。最后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这就是这一期 Anti-Gravity 最终额度测试的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们 Codex 的系列视频马上就会来，已经在剪辑中了。我是 DP， 谢谢大家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成立了一个 AR 讨论组，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并且愿意加入的话，请私信我。谢谢，祝一切顺利。